我现在位于 Chandler, Arizona 一个我管理中的房子的后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后院，它的地其实就是一个蛮标准的我们所谓 low maintenance 的石头地。 OK， 它有一点点的杂草，但还不算太多，还不到了说我们需要来花钱找人整理的程度。但我们基本上后院除非是有真草坪或者是人工草坪，否则经常都是处于像这样子有碎石加上石头的状况。那在这里呢，后院维护，今天我要来讨论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做 pest control，也就是说除虫管理。pest control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因为它没事就没事，但是如果真的因为害虫而造成一些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又可以是很大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的 medical bill 很贵的状况之下。那在亚利桑那州最危险的 pest， 最危险的害虫是什么呢？在我们经验里面，最危险的害虫就是有毒的种类。那最常见的，一般来说就是像蝎子是有毒的。那还有什么东西有毒呢？还有像蜜蜂，就是如果它墙壁上我有曾经遇到过可以长出来有毒的蜜蜂的蜂窝。还有呢 ants， 就是有的时候 yards 有可能会有毒的蚂蚁。这些东西如果房客或者是如果你自住踩到，都是有可能造成安全问题，甚至是蝎子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问题。那每一个屋主他在买房子过户之后，都会收到一些 pest control， 就是除虫公司的广告，说你要不要来hire我们做每个月的除虫。那有的时候是一个月50块钱，或者是多少块钱。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屋主的 promo， 比方说第一个月 free， 或者是免 registration fee 之类的，你们要不要加入？那这时候呢，我有几个判断方式，因为我们首先在 Arizona 州，你可以看见每一个房子它都有不同的维护成本。那如果是一个 house 有院子的，本身就已经要花 landscaping 的钱，就是定期要让人来除草。如果你不除草的话，是前院就有可能会被 HOA 来开单，有可能会罚钱，一次罚几十块钱，说你不除草有碍社区观瞻。以我自己家为例，因为我很喜欢真的草坪，所以我的后院有一个很大块的真草坪，所以一个月我花在 landscaping 上面，因为它这个面积有点大，又是真的，所以我每2周就除一次，然后一次要花120块钱。也就是说，我家在整理院子上面基本的费用就是240块美金。那有些屋主呢，我们来省钱，出租房用假草地。假草地的话，它可能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整理这些石头缝里面的长出来的小杂草而已。这样的话，一个月的 landscaping 费用可能70块到100块钱之间。那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屋主他是甚至有游泳池的。那有游泳池的话，一个月可能200-300块钱游泳池的维护费用就跑不掉了。因此呢，大家就知道在美国，像住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或是你出租一个房子，这些费用都常常是屋主的责任。最基本一定跑不掉的是 landscaping fee， 还有游泳池维护费。那 landscaping 的话，如果不好好做的话，更可能进一步遭到你的社区管委会 HOA 的罚单，或者是 City 的罚单，所以这一些钱是不能不出的。那至于 pest control fee， 这个也是属于户外费用的一项，这一项要不要出呢？其实在亚利桑那州，我有几个评估标准。
但是呢，我可以在这里先告诉大家，因为我的观众不一定是亚利桑那州的人，这一些我所提供的标准在你的环境里面不一定适用，你需要依照你所在州、你所在城市的天候条件跟害虫种类来做进一步评估，说你是否要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或所租住的地方能够需要花这个 pest control fee or not。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应该要寻求当地有经验的管理公司，才能够做进一步更准确的判断，避免以后更不必要的 medical bill 医疗账单或者是法院官司。这个后院有点丑，但是基本上最省钱，在 Phoenix 最省钱的后院长得就是这样，没有真草，然后也没有花钱做假草，就是石头跟沙子，然后跟偶尔把石缝里面的草长出来除掉，就这样。但是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蝎子喜欢居住的天堂。所以一般来说，我会观察这个后院它是否能够有充足的水源。在经验当中，蝎子这种生物，这是亚利桑那州的 pest control 的头号大敌，然后也是我们最怕的 medical bill 账单的来源。蝎子它是跟水是属于相反义词的，因此呢，在屋主如果他的后院有真正的草坪，然后我们同时呢有真草坪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一定会有洒水系统，因为在亚利桑那州种植物是不可能靠人工浇水的，不可能说我很勤劳，我每一天即使是我住的家或是我出租房在附近，我每天开车过去浇水就可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户外连续几个月温度都高达40度以下，那个植物是一定会干死。所以当我们有草地，而且是真草的时候，或者是有几棵果树，有真正的植物在，这个真正植物它是配上自动洒水系统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屋主想省钱，那么我就会告诉他说，好，因为你有真草，而且你有水源，它是每一天，如果是真草地的话，它是会自动洒水2次。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可以先不要出 pest control fee， 我们可以先拿来出租一阵子，来观察看看有没有我自己会来走动，然后我的 helper 会来这里走动，然后房客住在里面也会观察说你这个房子是否真的有遇到像蝎子等害虫的威胁。那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常常是有真草的草地加上自动洒水系统，就已经足以屏蔽许多的沙漠种类害虫了。我现在回到我自己家的后院，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我自己家的后院有像这样的真草坪，然后还有它所搭配的自动洒水系统。除了是否有来自院子的水源、草坪和自动洒水系统以外，另外还有一个评估的要件，其实是房子的年龄。比方说我在住家附近的街区里面，我们这些的房子常常是1970、1980年，你可以看见有漂亮的草坪。然后这些房子呢，虽然他们的年纪很大，但是如果维护良好的话，其实我们经常可以除去这个除虫的费用。为什么呢？我的经验是和一个地方它的开发时间早晚其实很有关系。你想想看，一块地它虽然是盖了新屋，但是不论如何它都是从一个荒山野岭里面这1-2年才开发出来的，而这一片地上原本就有它原本的生物的居民。在亚利桑那州可以说像蝎子或者是一些蜥蜴，它可能就是那片地方的原住民。但是呢，在一个1970-80年就已经开发的土地上面，可以说是相对安全。所以呢，在我自己的家里面，其实我未必需要使用到固定的 pest control， 并且呢，我的客户如果是买在 Tempe 一带有草坪的，而且是老房子，经常我们反而相对可以减少这一笔的开销。